年少不知养生贵，老来方知求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大便超过这个时间，你的菊花很危险。看完便秘，不便秘的都沉默了。厕所虽臭，却是无数人的灵魂避难所，尤其对于当代打工人，带薪拉屎不要太爽。纯拉屎稍显无聊，于是手机变成了大家伙的大便伴侣，看小说、刷微博、打游戏，一入厕门深似海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人们在厕所里越蹲越久，一拉就是半小时。大便超过半小时，你的菊花很危险。人在排便的时候，通常会有憋气、腹部用力这样的动作。肺部吸气扩大，促使膈膜挤压腹腔，再借助腹肌的力量把压力传递给盆腔，从而帮助肛肠肌肉蠕动，以便粑粑排出。此时腹腔内的压力会剧烈升高，排便时间延长，腹压增加，直肠静脉回流受阻，肛门局部充血水肿，就容易引起静脉曲张。轻则出现便秘，重则形成滞核，引发痔疮长久不愈。特别是边上厕所边玩手机的人，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手机上，大脑对排便传导神经的指挥也会受干扰，进而抑制排便意识。便意消失，粑粑就拉不出来了，堆积在肠道中逐渐变得坚硬、干燥，让排便愈发困难。除了伤害菊花，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不见得可以落下好。腰椎、颈椎很受伤。大便时，身体不自觉地前倾，颈椎受到的压力较大，长此以往，颈椎前曲度可能会发生变化。尤其是蹲便，因腰椎缺乏足够支撑，原有弧度也可能被改变，椎间盘所受重力不断增大，时间久了则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。下肢静脉血栓。人体下肢静脉的血液回流需要肌肉的收缩来辅助。大便时间过长，身体长时间不动弹，腿部的血液循环速度会变得缓慢。一次两次腿部水肿发麻不算啥，经常保持这种坏习惯，静脉血液在下肢深静脉处凝结，形成血栓就麻烦了。站立时易发生危险。长时间蹲坐便池、马桶，血氧集中在下半身，大脑还可能出现供血供氧不足的情况。起身时容易发生体位性低血压、一过性脑缺血，让人眼前暂时性发黑、眩晕，甚至晕厥、跌倒。尤其是久病未愈以及体质较弱、年纪较大的人，发生意外的风险会更高，轻的骨折，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。总之，排便时间越长，越容易出现问题。每次上厕所最好控制在10分钟以内，还是让手机尽量远离厕所吧。如果超过10分钟还没有排出来，别强求，下次再战。一天不大便等于身体吸10根烟。相信很多人的观念里，大便1天1次才是正常的。大便是机体代谢的废弃物，机体需要通过排便来排出体内的垃圾和残渣。没有及时排出的粑粑停留在肠道里，其中的水分和部分有害物质会被肠道重新吸收。这对身体的确有伤害，但并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能够表明，这种伤害直接等同于吸10根香烟给身体带来的伤害。1天1大便是挺理想的状态，但不意味着只有这样才是正常，才最健康。进食后，食物经过胃部4至6小时的消化，会变成食糜，等待12指肠和小肠进一步吸收，而无法被吸收的食物残渣，则会被传成粑粑。大便形成后，肠道会以每天2至3次，每次每分钟1至2厘米的速度将其推动到乙状结肠。从进食到排便，一般需要1至2天的磨练。
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无论是年龄、体质还是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，都会对排便次数和频率产生影响。事实上，从每周排便3次到每天排便3次，都属于正常范围。就算1-2天不排便，也不用过于紧张和焦虑，与天天排便相比，规律排便更为重要。当你养成了稳定的习惯，排便的固定时间就会形成条件反射，而且当频率、形状、颜色发生变化时，也能及时发现异常。一般来说，由于早晨起床时和饭后2小时内，体位反射和胃结肠反射会促进结肠蠕动，这2个时间段更容易排便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